绝对不能死在这里，它还烧着，必须活下去。小老鼠跑得还挺快，交出那个婴儿，留你全尸！你们休想！还有谁？一只在阴沟里苟延残喘的野狗，居然能咬死2名受过训练的干员，真是让我意外。别过来！把圣子和那把破剑交出来，我保证让你死得痛快点。来不及了。魔剑居然自己认主了，杀了你，他就是我的！不可原谅。死！小心！一个身带魔剑的污秽之人，也配守护纯洁的生命？告诉我，这把魔剑你从何得来？滚开！别碰他！自身难保，还想护着别人？只要我手腕一抖，你的喉咙就会被切开。你可以试试，就算死，我也要拉你垫背。能在死亡面前保有这份守护之心，你通过了我的测试。这是6域绝剑的初始剑意，在这乱世，没有力量，你连自己都护不住，更别说护他。力量，没错，我要活下去，带着小溪活下去。想在星院当杂役，必须签下这份生死契约，薪水微薄，工作繁重，而且出了意外，星院概不负责。只要能给他一个安全的住处，我什么都干。拿着你的杂役牌去后勤处报到吧。这什么破学院，空气里都是穷酸味。是你，你这个抢走我防御法器的无耻恶徒！站住，还想跑？把我的法器交出来！忍住，不能动用剑意。只会躲的懦夫，我看你能躲到什么时候！学院内禁止私斗，这位新生，你想第1天就被开除吗？老师，他是个强盗，他抢了我的东西。他是刚签了契约的杂役，至于你们的私人恩怨，校外解决。现在散了。还有下次，直接驱逐。你给我等着，这事儿没完！怎么这么烫？普通的退烧药根本没用，必须弄到高阶魔法特效药。听说星院地下的黑市药铺有。有只小老鼠闯进来，有影评的人既然看到了，那就替我背个黑锅吧。这把刀上有我的指纹，但现在结界开启，
星院的守卫很快就会赶到，而你就是那个杀人越货的凶手。结界马上就会被强行打破，立刻放下武器投降。你想让我当替罪羊？不，死人才是最完美的替罪。守卫还有10秒破门，必须速战速决。拿到了。准备破门结界术士。3、2。就用这个。休想逃！抓住他，他就是凶手！我被算计了。总算熬过来了。为了一个随时会死的累赘，把自己搞得这么狼狈，把身体交给我，只要你放弃那个小鬼，我能让你拥有屠尽这座学院的力量。杀戮才是我们存在的意义。闭嘴！再废话，我就算废了这条胳膊，也要把你彻底粉碎。喂，臭扫地的，就是你惹了爱丽丝大小姐？今天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不知道这学院是谁的地盘。给我狠狠的教训他！无聊的把戏。他自己没站稳，各位少爷，帝华，小心点。一群废物，连个杂役都对付不了。这座学院藏龙卧虎，正适合我征服。只要有我在，谁也别想动小溪一根头发。站住！你这个低贱的杂役，刚才到底用了什么妖术？大小姐问你话呢，聋了吗？你想干什么？我可是天耀财阀的千金，这里是苍穹星院。4阶防御法器能挡住高阶武者的全力一击。我的绝对防御法器，还给我！大小姐，如果我刚才的目标不是项链，而是你的喉咙，你现在已经是一具尸体了。你到底是谁？我只是个扫地的，这东西我暂为保管。如果以后再带人来踢我的门，我就把你的脑袋和这串项链一起寄回天耀财阀。我们走，今天的事谁也不许说出去。该死，在黑石强行动用魔剑力量的后遗症，偏偏在这个时候。痛苦吗？绝望吗？这就是你强行借用本座力量的代价。一点皮肉之苦而已，你想靠这个夺取我的身体？做梦！叶白，
你本该是这世上最完美杀戮机器。我们在死亡沙漠中相遇，你的冷酷，你的自私，简直让我着迷。可你现在看看你那副可悲的样子，就为了这么一个随时会死的累赘，你甘愿跑到这种破学院里当一个任人欺辱的杂役？把身体交给我，我帮你屠了这所学院，把那个女婴撕成碎片。只有杀戮才能让你真正强大。你给我听清楚，我杀人是为了生存，而他是我在这个烂透了的世界里唯一不想杀的理由。可笑的人性，那只会成为你的软肋。他是我的底线，谁敢碰他，我就杀了谁，包括你这把破剑。该死的光明剑意，疯子，你这个疯子！好，本座就看看你能护他到几时。暂时压制住了。灵力外泄，那药虽然救了他的命，但也激活了他体内潜伏的特殊灵力。幽影亭的那些猎狗对这种灵力变动极其敏感，一旦被他们察觉，苍穹心愿也保不住我们。普通的隐匿方法根本没用，必须去一趟黑市，弄到最高阶的演习法器。幽影亭居然出动了黑金悬赏，10万紫金币呀，外加一次进入圣地修炼的机会。这小女婴到底是个什么境界的？门没锁，客官请进。哟，这不是前几天花大价钱买特效退烧药的小兄弟吗？怎么，药不管用？我要最高阶的演习法器，能彻底隔绝一切灵力波动和气息追踪的那种。钱不是问题。一个穷酸小子哪来这么多钱？而且买退烧药，结合幽影亭刚刚发布的圣子悬赏令，难道那个悬赏令上的女婴就在这小子手里？小兄弟，你这可就难为我了。最高阶的演习法器，那可是有价无市的违禁品，市面上根本不让流通啊。有，小兄弟别动怒，这种压箱底儿的宝贝，我怎么可能放在这种外间？或在后面的地下密室里，您跟我来验验货。带路。小兄弟，你要的东西就在里面，名为暗影之心，能隔绝圣阶以下的全部探查。你这是什么意思？小兄弟，你怀揣着10万紫灵币的移动宝库，居然还敢一个人跑到我金三爷的地盘上撒野！幽影亭的圣子就在你身边吧，把你活捉了交给判官大人，这满桌子的钱算个屁！这是能放倒高阶魔兽的软骨化灵毒，吸上一口，你体内的斗气和魔法就会彻底凝滞，你就乖乖束手就擒吧。别怪哥哥心狠，这世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这就通知幽影亭来收货。本来我只想买，给我打断他的手脚，留活口！这种下三滥的东西也配用来对付我？找死！怪物，你是个什么怪物？我说过，废话。饶命！爷爷饶命！我瞎了狗眼，不知道你是这等高人。悬赏令哪来的？幽影亭现在有什么动向？说错一个字，我就把你的骨头一寸寸捏碎。是幽影亭的最高领袖判官大人亲自下的死命令，全城搜捕那个女婴。他们已经派出了顶级杀手，据说代号叫萨麦尔，已经渗透进苍穹星院附近了。哦，演习法器在哪儿？在那个暗格里，那是真货，绝对能隔绝一切探查。这笔钱买你的命，顺便买你闭嘴。不管你从那个废物手里买了什么，把命留下吧。
幽影庭的精锐猎犬最擅长追踪和核攻击，绝不能在这里动用影魔的力量。一旦暴露魔剑的独特气息，引来的就不止这3条杂鱼了。用树枝？你是在侮辱我们，还是在找死？别废话，杀了他，搜身！流域绝剑，第一绝剑，断水。动作太慢。你怎么又回来了？幽影庭精锐猎犬的肩甲，你把他们全杀了！你这地方不干净，他们在外围盯梢，签了他。灵魂血气，一旦签下，我的命就完全捏在你手里了。小兄弟，这太狠了吧！我不相信死人之外的任何人。你刚才想卖了我，我现在杀你。天经地义，签，成为我在黑市的眼睛，替我收集幽影庭和苍穹星院的一切情报。不签，我现在就让你变成一具尸体。选吧。我签。杂役就住在这个猪圈里。白天他居然敢打伤我们的人，还威胁爱丽丝大小姐。区区一个杂役也敢挑衅贵族的威严，今天我就废了他的手脚，把他扔出学院。给我碎！在这里杀了他，事情必然会闹到无法收看的地步。学院的执法队一旦介入，绝不能让小溪卷入这种风波。他现在的状态根本经不起任何折腾。少爷，是最高级别的入侵警报，学院的执法队马上就会过来。如果被他们发现我们在这里私斗，会有大麻烦的。该死，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触发了警报？算这狗杂会走运，我们走。撑住，马上就好了。看看你这副狼狈不堪的模样，为了保护这个毫无用处的累赘，你在外面要装孙子，要忍受那些废物的羞辱，还要时刻提防那些杀手的暗箭。叶白，你树敌太多了，幽影庭的猎肘，学院的贵族，你以为你能瞒天过海多久？早晚有一天你会被他们撕成碎片，连骨头渣子都不剩。那又怎样？你真是个无可救药的蠢货！你本可以拥有至高无上的力量，却偏偏要被这种无聊的情感牵绊。我在这座学院蛰伏，忍受一切屈辱，就是为了给他一个绝对安全的净土。贵族也好，幽影庭的杀手也罢，敢来破坏这片净土的，来一个我杀一个，来一双我杀一双，直到杀的这世上再也没人敢看他一眼。
履历很完美。从今天起，你就是苍穹星院的古典文学导师。不过我必须提醒你，我不管你以前在别的地方有多优秀，在我的学院就必须严格遵守我的规矩。这里容不下任何逾矩的行为。谨遵您的教诲，莫里森校长。能为苍穹星院效劳是我的荣幸，我一定会恪尽职守。原来躲在这群天真的学生中间。圣子大人，这场猫鼠游戏正式开始了。所谓的帝国文明，本质上是力量与秩序的完美平衡。失去了力量的威慑，秩序便是无根之木，随时会在混乱中崩塌。爱丽丝同学，你看起来脸色不太好，是昨晚没休息好吗？需要我去叫校医？多谢萨麦勒导师关心，只是突然觉得有点胸梦，可能是今天天气太闷热的原因，不碍事的。注意身体。说起来，我昨晚在学院杂物区附近散步时，偶然感受到了一股非常奇特的高阶法器波动，那股波动中正平和，与你家族传承的气息颇为相似。我当时还在想，不知道是不是你遗失了什么贵重物品在那里。高阶法器波动，绝对是那个该死的杂役。他不仅胆大高效地绑架过我，还无耻地抢走了我的贴身法器，现在竟然敢把东西堂而皇之地藏在杂役区，简直是找死！多谢导师提醒，我确实丢了一件很重要的东西，我会留意的。去吧，骄纵无脑的大小姐，去帮我探探路，把那只藏在暗处的老鼠揪出来。感受到了吗？这股阴冷、黏腻、充满杀戮味道的精神力。叶白，看来有一条大鱼悄悄溜进这所学院了。他正在像猎犬一样一寸一寸地搜索这片区域。闭嘴！新来的古典文学导师，幽影亭的狗鼻子还真是灵敏，看来麻烦找上门了。果然藏在这里，你这个卑劣的下等人！今天我不仅要把我的东西拿回来，还要亲手打断你的腿，把你扭送到教务处，让你知道得罪我的下场。找死！在这里杀了他，血腥味和灵力变动绝对会引来那个新导师，消息会暴露，必须把他引走。你这个强盗，把探血罗盘还给我！想要，那就看你这位大小姐有没有本事拿回去了。站住！你这个卑劣的混蛋，我今天绝对不放过你！
大小姐的脾气还是一如既往的大，可惜脑子不太好使。这是什么？你干了什么？你救了我。不愧是能从幽影亭手里活下来的猎物，警觉性果然很高。道士大人说的没错，跟着这只诱饵就能找到你。你要干什么？借你身上的东西用。这是你擅闯杂役区的代价。你听着，如果今晚的事你敢泄露半句，我保证你会死得比这些杀手更惨。躲好！哈哈哈哈哈！杀吧，把他们的鲜血全部献给我！这怎么可能？那个卑微懦弱的杂役竟然拥有如此恐怖的力量，简直就像个从地狱爬出来的修罗！谁派你们来的？那个新导师，底线是什么？你敢杀我们，幽影亭不会放过你的！萨迈尔大人已经在学院外围的黑市布下了天罗地网，你死定了！黑市据点在哪儿？在红灯区地下的黑铁酒馆，萨迈尔大人的人在那里负责情报交易。待在里面，阵法天亮前会自动解除。如果你敢出这个圈子一步，死了别怪我。你到底是谁？只要你还能安稳的睡觉，我做任何事都值得。萨迈尔，既然你把手伸过来了，我就把你的爪子全部剁碎。站住！今天酒馆被包场了，闲杂人等滚开！滚！必须有人砸场子！萨迈尔的狗都得死。哪里来的杂碎？敢砸幽影亭的场子，给我剁了他！
连你们的精锐猎犬都死在我手里，就凭你们这些废物！我的腿断了！这样，就算是萨埋特亲自用精神力扫到，也绝对发现不了小溪的存在。早上好，秦杂公，我是新来的古典文学导师，听说昨晚后山不太太平，特地来看看杂役区有没有受到波及。回导师大人的话。小人昨晚睡得死，什么都没听见。是吗？那你的睡眠质量还真是好啊。是吗？那你的睡眠质量还真是好啊。大人，小人每天干活到半夜，倒头就睡，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小人真的只是个扫地的，别杀我！肌肉的颤抖频率、心跳的加速、瞳孔的涣散，全都是出于本能的恐惧。看来真的是我多心了。一个没有半点灵力变动的废物，怎么可能是昨晚那个剑术高手？别害怕，秦杂公，我只是作为新导师，关心一下学院的底层员工。毕竟昨晚黑市那边死的人可不少。谢导师大人关心，小人一定安分守己，绝不乱跑。记住你的本分。好狠毒的手段！如果是普通的杂役，刚才那一缕暗劲，3天之内就会内脏腐烂而死。幽影亭的疯狗，果然名不虚传。不好！小家伙，萨梅尔，这笔账我记下了。杂役区已经彻底暴露在萨梅尔的视线中，这里的任何风吹草动都瞒不过他。我必须带着小溪去一个他绝不敢踏足的绝对安全区。该死！昨晚布阵消耗了他太多体力，现在又吹了冷风，必须马上找个温暖的地方。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叶白，堂堂6域绝剑的传人，拥有我这等灭世之力的宿主，
居然像条丧家之犬一样被一个三流杀手逼得炸了老巢！别装聋作哑，你明明可以直接拔出我，一剑把那个叫萨迈尔的伪君子劈成肉泥，为什么要像个懦夫一样跪在泥水里？在没有100%的把握清除所有隐患前，拔剑只会引来幽影厅更多的疯狗，甚至惊动学院的高层。隐患，你最大的隐患就是怀里这个毫无血缘关系的累赘。听着，把它丢在路边的草丛里，没有了它，你就可以肆无忌惮地隐藏或者大开杀戒。只要你解开封印，我们联手，这所学院里没人能挡住我们。扔了它，换取你的自由。闭上你的狗嘴！竟敢用那女人的剑意镇压我，你会后悔的。为了一个累赘，你迟早会被人扒皮抽筋。他是死是活由我说了算，就算与全世界为敌，我也绝不会抛弃他。滚回你的剑仓里去！睡吧，很快就到了。哟，我当是谁呢？这不是杂役区那个整天像条死狗一样扫地的叶白吗？哼，这里可是高级生态温室，只有贵族和导师才有资格进入。你这种身上带着酸臭味的贱民，也配踏上这白玉台阶？还不快滚！站住！凯文少爷可是吩咐过，在学院里看到你，就要好好教你规矩。躲得挺快呀，看招！像猴子一样跳吧，菲尔特，给他来个狠的，把那个破包袱给他烧了。既然你们急着找死，那就成全你们。什么东西？救命啊！你都发什么疯？萨梅尔的试探已经逼近底线，凯文的走狗也越来越嚣张，一味的防守和躲避只会让他们变本加厉。既然你们想玩，那就把这潭水彻底搅浑。萨梅尔、艾丽莎，还有那个高高在上的凯文，只要你安然无恙，哪怕将这苍穹心愿献个底朝天，我也在所不惜。高阶演戏灵石虽然能暂时遮掩小溪的灵力晃动，但萨梅尔的精神力犹如复古之躯，这还远远不够。必须拿到怨海幻瑶的眼泪和绝灵黑纱，配置出极效隐匿魔药。凯文少爷，饶命啊！两个废物，古德赛家族的脸都被你们丢尽了。被一个杂役区的低贱狗腿子用最基础的防御阵法倒吊在温室门口，你们怎么不直接死在那里？
凯文少爷，那个叶白绝对有问题，他根本没有念诵咒语，只是踩了一脚，那防御藤蔓就像发疯了一样。闭嘴！少爷不想听你们的狡辩。一个没有魔力的杂役能操控高级阵法，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既然他不识抬举，那就让他彻底在这个世界上消失。带上家族豢养的那3只嗜血追踪犬，它们对气味的敏感度是普通魔兽的100倍。封锁地下黑市的所有出口，只要发现那个叫叶白的杂役，不用留活口，直接喂狗。遵命，凯文少爷。是被查出来，我这药铺可就全完了。挨家挨户给我搜，任何一个角落都不要放过。那小子的气味就在这附近。变异猎犬全副武装的精锐，凯文倒是大手笔。不过你们以为这样就能抓到我？站住！古德赛家族的人。这地下的味道真是令人作呕！你们这群古德赛家族的蠢货在这里干什么？挡了本小姐的道了！爱丽丝小姐，我们正在奉凯文少爷的命令搜捕要犯，还请天耀财阀行个方便。凯文算什么东西？也敢来命令我？给我滚开！我要找那个抢了本小姐星耀之盾的混蛋出现杂役！三方势力汇聚，这是最完美的混乱温床。只要不暴露剑意，萨麦尔就不会察觉。我的狂暴魔晶！你们这群古德赛的强盗，竟敢明抢！给我杀！什么怪物？护卫！保护大小姐，阵型收缩！人海环游的眼泪，绝灵黑纱，都什么？萨摩尔的头狼，看来他连凯文的狗都控制了。破！鳞甲硬度堪比金刚，速度远超普通魔兽。如果不使用白光剑意，仅凭肉体力量，根本不可能在这狭窄的空间里杀掉它。但如果动用剑意，那股霸道的气息瞬间就会顺着精神技传给萨麦尔，我苦心隐藏的身份就会彻底曝光，小希也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看看你现在这副狼狈的模样，真像一条在泥水里打滚的流浪狗。你强行拉我进来，就是为了说这些废话？我只是在欣赏你的软弱，明明拥有撕碎一切的力量，却为了一个只会流口水的累赘，宁愿被一只畜生逼入绝境。解开封印吧，接受我的力量。只要你点头，我可以瞬间把那只狗肢解成肉泥，然后我们再一起回到温室，把那个让你束手束脚的小东西，连同那个破阵法一起碾成粉末。
闭嘴！你想要我的灵魂，我需要你的力量度过眼前的危机。我们现在是一条船上的蚂蚱，我不需要你教我做事，借我一成力量，开启第一域，否则我现在就散尽精神力，大家一起死在这下水道里。真是个疯狂的疯子。好，既然你这么急着品尝堕落的滋味，那就如你所愿。杀光他们，把所有看到的活物都撕碎，去把那个累赘杀掉，你就彻底自由了。滚出去！从我的脑袋里滚出去！刺下去，杀了他，你就是最强的。我绝不受你摆布！别怕，我在这儿，谁也别想伤害你。下手还是重了点儿。真是感人至深的一幕啊！堂堂魔界之主，为了一个毫无用处的累赘，竟然用这种自残的低方式，闭嘴，来抗拒本大爷赐予你的无上力量。根本不需要这么做，只要你一剑刺下去，不仅能解脱这个累赘，还能瞬间获得途径这所学院的恐怖力量。可你偏偏选择了最愚蠢的道路。你的力量只会让我变成没有理智的疯狗，而我是需要猎杀疯狗的猎人。没时间听你废话，萨迈尔的猎犬死在下水道，他绝对不会善罢甘休。我必须立刻配置出高阶隐匿魔药，这就是你所谓的猎人法则。用这些低贱的杂草熬煮出一锅发臭的汤汁，企图掩盖那个累赘身上那犹如黑夜中火碧般的圣子气息。这叫凡人的智慧，你这种只知道杀戮的魔物是不会懂的。凡人的智慧简直滑天下之大稽，在绝对的绝对力量面前，你这些可笑的障眼法就像是纸糊的盾牌。只要本大爷稍微释放一点气息，就能将方圆10里的活物全部碾碎。碾碎他们之后呢？带着小溪被全大陆的顶尖强者追杀，力量是用来破局的底牌，而不是用来炫耀的喇叭。在没有绝对把握一击毙命之前，隐忍和伪装才是活下去的唯一法则。好一个隐忍！我倒要看看你这所谓的凡人智慧，能不能挡住已经张开獠牙的死神。来了，学院督察队，不可能。这个时候，督察队应该在例行巡视南区教学楼，绝不会来这种偏僻的生态温室。幽影亭的职业杀手萨迈尔的动作竟然这么快！姐，看到了吗？你那可笑的伪装已经被撕破了，他们是来要你的命的！让我用他们的鲜血来洗刷这无聊的闹剧。不能硬拼。小西怪，我们在玩捉迷藏。督察队例行搜查，立刻开门。这种粗劣的凡人障眼法，最多只能掩盖气息。如果他们直接用眼睛看到，你又能怎么办？搜，连一片叶子底下都不要放过。大人们，各位督察大人，饶命啊！我只是个负责倒夜宵和施肥的杂役，我什么都没干啊！绝了！真是绝了！堂魔界之主居然在一条连剑气都放不出的杂鱼面前摇尾乞怜，你这下跪的姿势，简直比最下贱的娼妇还要熟练。你在这里鬼鬼祟祟的干什么？那个箱子里藏了什么东西？不能开啊，大人！里面是莫里森校长亲自配置的高阶毒藻源的培养肥料，极其昂贵，要是弄坏了，校长会把我活活剥皮的。影魔，用你们的魔气把最底层暗格的感知彻底封死。切！该死，是高浓度的腐蚀毒气，竟然识字起本大爷了。不过看在你这出戏演得如此精彩的份上，本大爷就勉为其难的帮你一次，
让这群蠢货见识一下什么叫绝对的感知屏蔽。呸！真他妈是个没用的废物！走，目标不在这里，去下一个区域。看看你这副德行，为了护住这么一个毫无价值的肉块，竟然像一条被打断脊梁的野狗一样在地上求饶。你的尊严呢？你作为魔剑之主的傲气呢？你简直就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疯子！尊严、傲气，那些东西能挡住杀手的剑吗？能让小溪活下去？如果刚才本大爷没有出手帮你遮蔽感知，你那可笑的伪装早就被看穿了。你这套凡人的小聪明，在真正的杀戮面前根本不堪一击。猎人在布置陷阱时，哪怕趴在泥潭里吃屎，也是为了最终能将猎物一击毙命。你刚才的配合，证明你也明白，光靠无脑的杀戮，在这个学院里是活不长的。切！本大爷只是不想看着自己的宿主死得那么憋屈罢了，少往自己脸上贴金。只要有我在，这片净土，谁也别想踏足半步。萨梅尔，你既然连伪装成督察队这种手段都用上了，说明你已经彻底失去了耐心。幽影亭的触手已经快要摸到我的脖子了，一味的防守，迟早会露出破绽。猎物既然已经踩到了陷阱的边缘，那就该收网了。没错，就是这种眼神，这才是本大爷看中的宿主。去吧，杀进那座塔，把那个叫萨麦的杂碎切成1万块，让他知道激怒魔剑之主的下场。闭嘴！现在冲进去，等于自投罗网。导师塔的防御阵法是莫里森亲自布下的，一旦触发，整个苍穹心院的高手都会在10秒内赶到。这瓶药最多还能支撑小溪3天。萨麦尔既然敢伪装成督察队搜查，就说明他已经察觉到了这片区域的异常。他是一条极具耐心的毒蛇，一击不中，必定会转而在其他地方布下致命的绞索。缩头乌龟的借口！你难道想一直躲在这破树洞里等死吗？当然不，既然猎人躲在坚固的堡垒里，那我们就得想办法把堡垒的门敲碎，逼他自己走出来。妈的，最近这黑市是见鬼了吗？高阶隐系灵药的材料全都被搜刮一空，连根毛都没剩下。你懂个屁！听说是一位被称为男爵的采访代理人正在发布高额兑换任务，只要是能遮蔽气息的灵草、魔核，他全都以市场价3倍的价格无限量收购。3倍？这家伙疯了吗？他图什么？谁知道呢？也许是想垄断市场大赚一把吧。不过现在整个黑市的散户都疯了，到处在挖隐匿材料去换钱。现在市面上，你哪怕出10倍的价钱，也买不到1株隐匿草了。3倍价格垄断隐匿材料，好狠的阳谋！萨梅尔知道我在保护小溪，知道我需要隐匿魔药，他故意让那个男爵买空所有的材料，就是为了切断我的后路。看来你的对手比你聪明多了。3天后魔药耗尽，那个小肉块的圣子气息就会像黑夜里的火把一样耀眼，到时候整个幽影亭的杀手都会闻着味儿扑上来。切断我的资源，那他就必须将所有的资源集中在一个地方。你这疯子又在打什么鬼主意？萨麦勒想用这个叫男爵的代理人做诱饵，逼我现身去抢夺材料。既然他想玩，那我就陪他玩一局大的。我要让他的诱饵变成绞死他自己的绞索。去抢吧，男爵的据点里堆满了你需要的材料，只要你拔出我10分钟，我保证10分钟内就能把那个据点里的人杀得一个不留。那些资源就全都是你的。调虎离山，你终究还是太嫩了。收起你那可笑的幻术阴谋，
强行抢夺只会引发不可控的混乱，一旦我被拖住，小溪就会陷入万劫不复之地。愚蠢！除了抢，你还有什么办法能拿到那些材料？人类的贪婪往往比刀剑更致命。既然男爵喜欢用资源做局，那我就用一张纸买下他的命。阁下好大的排场，敢在我弗洛德男爵的地盘上撒野，嫌命长了吗？这是天耀财阀的最高级信物。哎呀呀，原来是天耀财阀的特使大人降临，真是失敬失敬。废话少说，我听说你最近在大量收购隐匿灵药的材料。呵呵，小打小闹罢了，不知道特使大人有何指教？我家主人对你垄断材料的行为很感兴趣。这是一份涉及10万金币的高阶隐秘材料兑换契约，我们出钱，你出货，价格按你现在收购价的2倍计算。两倍？怎么，男爵大人没胃口吃下这块肥肉？特使大人说笑了，这等好生意，我弗洛德自然是求之不得。特使大人，如此庞大的物资兑换，我们必须考虑到灵药材料在阵法保存中的魔力损耗率，以及跨区域传输的折线波谷。按照黑市最高商会法则，这批货物的交割必须带入这个7阶复利衰减公式。不知特使大人意下如何？白痴，彻底的白痴！这种连3岁小孩都能看穿的连环套陷阱，你居然看愣了！他在里面埋了什么陷阱？那个肥猪在这个公式的底层植入了一个魔力盗용节点，只要签字激活，不仅拿不到任何材料，你徽章里绑定的财阀资金网甚至会被他反向抽干。反向抽干，这可比用刀子杀人高明多了。既然你懂，那就交给你了。记住，我要让他死得比被抽干血还惨。如你所愿，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恶魔计算力。拿着这种低劣的数字游戏，也敢在本大爷面前班门弄斧？你在干什么？你的魔力道观节点，我帮你稍微优化了一下，现在它完美无缺了。该你了，男爵大人，签下它，财富就是你的。不管你这特使搞什么鬼，只要契约的底层架构还在我手里，最终解释权就是我的。这种送上门的10万金币，不吃简直是天理难容。合作愉快！这批材料我保证在3天内。你没有3天了，享受你最后的疯狂吧。 10万金币，启动传输，把对方的资金网全给我抽干！这怎么可能？能量在倒流！不，我的心血，我的资源，停下！快停下！男爵的资源网被切断了，猎物没有踩中陷阱，反而把诱饵连根拔起了吗？好，一击毙命，连反抗的痕迹都没有。这种极其冷酷高效的杀人手法，绝不是那些愚蠢的财阀特使能做出来的。老鼠，既然你已经把局做到了这种地步，还不打算滚出来见一面吗？还是说，你那如同下水道臭虫般的胆量，只敢躲在暗处搞些偷鸡摸狗的把戏？是你，那个温室里的杂役废物！我是谁不重要，冲你这个伪装成导师的杀手，今天必须死在这里！
原来如此，难怪我翻遍了整个学院都找不到那只老鼠。原来最危险的猎物一直伪装成最卑微的蝼蚁，躲在我的眼皮底下。不过，就凭你这种临时抱佛脚布下的破阵法，也想杀我？幽影庭的顶级杀手，可不是你这种杂鱼能想象的。猎杀开始。这种令人作呕的邪恶气息，根本不是什么杂役，到底是什么怪物？一个来收割你性命的死神。大言不惭，就算你隐藏了实力又如何？我萨梅尔在死人堆里爬滚打的时候，你这只小老鼠还在吃奶呢。幽影秘术，双蛇绞杀。嚯！可能这种绝对的力量压制，你的境界明明只有杀你足够了。杀我没那么容易。结束了。你以为赢定了吗？那股波动的频率里面掺杂了爆炸的毁灭气息。这是幽影毒核，里面压缩了我毕生的毒物与魔力。只要我按下这个符文，它就会瞬间引爆，将方圆3个闯区彻底夷为平地。更重要的是，这颗毒核里连接着幽影庭的最高级定位信号，只要爆炸，那个隐藏着极高纯度灵力波动的圣子位置就会立刻发送到幽影庭总部。我们一起下地狱吧！然后，幽影庭的大军会把那个孽种撕成碎片。你的废话太多了。我的手，我的手！下地狱去陪那些被你残杀的亡魂吧。你到底是谁？你这种怪物绝不可能只是个杂役。幽影庭绝对不会放过你。那个孽种迟早会被找出来大卸八块。不愧是顶级杀手，这些极其庞大的资金和稀缺资源，正好可以用来补全那套计划。幽影庭的这条线算是断了，但黑市那个隐患，必须趁现在彻底连根拔起。诱饵已经发酵到了极限，接下来该收网了。弗洛德，你个缩头乌龟，给我滚出来！把我们的血汗钱还给我们！说好的高价兑换，为什么现在物资全部断供了？老子一家老小都快饿死了！你拿着我们的钱想跑路吗？
男爵大人，外面的暴民越来越多了，金刚大门最多还能撑半个时辰。如果我们再拿不出资金平息挤兑，他们一定会冲进来把我们撕成碎片。资金，我上哪儿去找资金？那个天杀的财阀特使用那份该死的契约抽干了我所有的现金流。我现在库房里除了那堆烂木头一样的隐匿魔域材料，连一个金币都榨不出来。完了，全完了！幽影亭那边联系不上，资金链又彻底断裂，我死定了！可是大人，你终于来了！你救救我，外面的暴民要杀了我啊！男爵大人，我来是给你指一条活路的。钱，是钱！特使大人，您是来给我注资的，对不对？不，我是来做生意的。这些钱足够平息你外面那些暴民的愤怒。我要你库房里所有全部的顶级隐匿魔药材料。不仅如此，从今往后，你这条命，以及你在这座黑市所有的渠道网络，全部归我所有。你这是抢劫！那些隐匿材料的价值至少是这些金币的3倍。你可以选择不签，不过听听外面的砸门声，再过半个时辰暴民冲进来的时候，你觉得你的那些材料还能保得住你的命吗？开门！我签。利用信息差制造极大恐慌，再用敌链的成本完成对实体资源的终极收割。这场金融游戏你出局了，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啊！这是幽影亭的密令！大家都看清楚了吧？弗洛德那个畜生，一直都是幽影亭养的狗。他故意垄断市场，制造劣质魔药坑害我们，就是为了给幽影亭筹集资金。现在幽影亭抛弃了他，他正准备卷款逃跑呢。杀了弗洛德，砸了那个该死的据点，绝不能让他跑了！老东西，松手，把钱交出来，不然老子连你女儿一起宰了！求求你们，这是我们父女俩最后的活命钱了，求求你们放过我们吧！弱肉强食，这就是这个世界的真理。走吧，叶白，这种废物的死活与我们何干？你只要保护好那个小累赘就行了。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里，我曾为了生存不择手段，但现在我有了必须守护的东西。如果我连最后一丝人性都彻底摒弃，那我保护小溪的意义又是什么？去死吧！你是什么人？敢管大爷的闲事？滚，或者死！幽影亭在这里的触手断了，接下来就是迎接风暴的时候。我回来了。萨梅尔已死，幽影亭一定会发疯般的寻找线索。我必须在他们彻底反应过来之前，为你炼制出隐蔽性更强的完美魔药。
学院这潭水已经被我彻底搅浑，我必须加快解开封印的脚步了。萨麦尔的灵魂印记竟然碎了。尊主，萨买尔大人的灵魂印记彻底消亡了。黑市那边的据点也传来消息，整个地下酒馆被夷为平地，无人生还。萨麦尔是我们培养了20年的顶级利刃，竟然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黑市里折断了。究竟是谁敢如此挑衅幽影亭的底线？属下已经派出了最精锐的猎犬小队，正在黑市废墟中进行地毯式搜索，一定会。不用找了，能抹杀萨买德，还能顺手毁掉黑市据点的人，绝不可能是泛泛之辈。萨买尔此行的核心任务是追查那个婴儿的下落。传我最高指令，发布血杀令。无论那个凶手是谁，无论圣子藏在苍穹星院的哪个角落，就算把整个星院翻个底朝天，也要把他们给我挖出来，夺回圣子，阻挡者杀无赦。属下遵命。幽影亭的怒火必将燃尽一切阻碍，以我鲜血，以我荣耀，以我幽影亭之名，我在此立誓，必不辱命。没事了，小希。至少在幽影亭的下一波疯狗招来之前，你绝对安全。真是可怜啊，叶白！为了保护这么一个毫无用处的累赘，你不仅透支了体能，还强行压榨了第一域的力量。闭嘴，滚回去！你的意志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身体也油尽枯泉。现在的你拿什么来抵抗我？乖乖把身体交给我吧，让我帮你把这个世界上所有威胁到你的人全部撕成碎片。不好，身体到达极限了，绝不能在这个时候失去意识。这是死亡沙漠，我怎么会回到这里？欢迎回到你内心深处最绝望的起点，叶白。在这里，没有苍穹星院的庇护，也没有你那点可笑的伪装，只有生存或者毁灭。环境又如何？就算再走一次死亡沙漠，也一样能活下去。在绝境中依然不肯放下累赘，叶白，你究竟是愚蠢还是执迷不悟？是你，星奇，你为何会出现在我的意识幻境里？隐藏在黑暗深处的污秽，既然已经趁虚而入，何必还要躲藏？滚出来！星奇，你这个高高在上的虚伪神明，一缕残破的神念也敢坏我的好事！等我彻底吞噬了这小子的灵魂，第一个就将你撕成碎片！这该死的秩序之力！你到底想干什么？上次在黑界，你传授我剑意，现在又在幻境中镇压魔剑。我曾对你说过，
六域绝剑只传给拥有守护之心的人，但这还不够。萨梅尔的死只是一个开始。你以为凭借你现在这粗浅的剑意和透支魔剑换来的蛮力，就能对抗整个幽影庭的血色暴虎？幽影庭的猎犬已经嗅到了你们的踪迹，很快苍穹心愿就会沦为真正的战场，秩序即将崩塌。而你目前的实力根本不配驾驭完整的传承。那就把完整的传承交给我，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我都必须变强。代价？你真的明白这2个字的重量吗？我不仅是传承的引导者，更是秩序的维护者。你为了保护这个婴儿，屡次打破平衡，甚至任由魔剑倾心智，这违背了六域绝剑的初衷。现在我给你2个选择：第一，将这个婴儿的灵魂印记交给我，由我带回神圣领域封印。作为交换，我将立刻赐予你超越世俗极限的绝对力量，让你足以横扫世间一切强雄，再也不受任何人的威胁。第二，你可以选择继续保留它，但作为惩罚，你必须亲手斩断你这只握剑的右臂，彻底废掉与魔剑的连接。从今往后，你将彻底沦为一个任人宰割的废人，带着你的累赘，在这残酷的世界里苟延残喘。听见了吗，叶白？把那个累赘交出去，砍断手臂，那是找死！难道你想被幽影庭的疯狗活活咬死吗？选吧，生存还是毁灭，力量还是累赘。不要被那种虚伪的感情骗了。你是个杀手，是个为了生存可以不择手段的孤狼。没有他，你早就脱身了。没有他，你根本不需要受制于人。选力量，杀了那个女人，抢走所有的力量。只要交出她，我就能拥有横扫一切的力量，就能把那些高高在上的财阀，那些幽影庭的疯狗，全部踩在脚下。可是，如果没有了他，就算我得到了全世界的力量，也不过是另一把毫无感情的魔剑。他是我在这个冰冷世界里唯一的人性。我叶白从不相信什么神明，也不需要别人施舍的力量，我只相信我自己的选择。疯子！为了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婴儿，竟然真的敢挥刀自废。叶白，你比我想象的还要狠，但也比我想象的更加像个人。你耍我？这并非戏弄，而是六域绝剑最高传承的隐藏考验。魔帝之剑代表着绝对的毁灭与贪婪，如果宿主心中没有一条宁死不屈的底线，一旦获得完整的传承，最终只会沦为比魔剑更恐怖的杀戮机器。只有在面临力量与人性的绝境抉择时，依然坚守初心，哪怕粉身碎骨也要护卫底线的人，才配成为这世间最强杀戮之剑的主人。你已经用行动证明了你的资格，现在是时候让你见识一下这个世界真正的力量巅峰了。你以为你目前的力量很强，在真正的强者眼中，那不过是婴孩的挥舞。世间强者共分7大等级：断体、灼技、炼心、淬灵、救骨、精益、焚魂。而六域绝剑是不受这所有规则限制的超越之剑。第一剑，伤，极致的快，化繁为简，杀敌于无形。第二剑，重凝，一虚一实，化假为真，以诡道破敌。至于第六剑，那不是能够用言语传授的招式。当你的心境达到巅峰，当你为了守护而必须毁灭一切时，你自然会领悟那一剑的真意。去吧，叶白，
去将那些妄图打破秩序的恶徒彻底斩尽杀绝。这才是真正的力量。幽影庭，你们以为发布了血杀令就能为所欲为？既然你们想玩，那我就陪你们玩到底。这苍穹星院将是你们所有人的坟墓。发现微弱的能量残余，方向高级生态温树地下，所有人进入猎杀状态，不留活口。目标确认，先杀那个杂役，再把圣子带走，动作干净点。小子，猎物上门了，让我把他们撕成碎片。不需要你。第一剑，生。不可能！你只是个没有灵力波动的杂役，情报有误。幽影庭的情报一向这么愚蠢。太慢了，去死吧！第二剑重鸣，说还有多少人潜入心院？是巨毒暴力阵，这疯子要同归于尽。我当是谁弄出这么大动静，原来是你这个低贱的杂役。这等纯净的灵力波动，你这只老鼠竟然敢在星院的禁区里偷套天地异宝！滚开！滚！你这卑贱的垃圾，也配跟我古德赛家族的长子这么说话？我可是学院50年难遇的天才！把那个散发着灵力的包裹交出来。然后跪下把我的靴子舔干净，我或许可以大发慈悲，留你一具全尸。是在找死，不知死活的东西！让你见识见识真正的贵族武技——破浪斩！杀了他，把这个傲慢的小鬼撕成肉酱！这不可能！徒手接下我的破棒斩，你到底是什么怪物？你碰了你不该碰的东西。我的剑！天才贵族，放开我！我是古德赛。在我眼里，你只是一具正在呼吸的尸体。我要杀了你！我要和你同归于尽！在我的心院里，动静是不是闹得太大了？校长，这个低贱的杂役！闭嘴，古德赛家的蠢货！如果不是我来得及时，你现在已经被这只老鼠捏碎了喉咙。滚回你的宿舍！再让我看到你在这附近，我就把你扔出学院！
幽影亭的猎犬，剧毒爆撇阵。看来有人把外面的脏东西带进了我的学院。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不知道？那你怀里抱着的那个散发着惊人灵力波动的麻烦，又是什么？涉嫌破坏星院最高级别的生态温室，勾结不明势力。杂役，按照星院规矩，我现在就可以把你当场格杀。你大可以试试。带着你的赃物，跟我来。为了你，我忍。你隐藏得很好，但这世上没有永远的秘密。欢迎来到我的棋盘。幽影亭的最高级别追杀令，血杀令。目标是一个几个月大的婴儿，代号圣子。他什么都知道了，杀了他！只有死人才能保守秘密。怎么，想在我的地盘上杀我灭口？就凭你手里那把短剑？你到底想干什么？我想干什么？我应该问问你，把这种足以引来灭顶之灾的祸端带进我的心愿，你想干什么？如果我想把这个婴儿交给幽影亭换取赏金，你现在已经是一具尸体了。星院不怕幽影亭的报复。幽影亭，一群只配在阴沟里活动的虫子罢了。苍穹星院的底蕴远不是你能想象的。在我的地盘，规矩由我来定。我可以为你们提供整个帝国最核心、最绝对的庇护。即便是幽影亭的杀手，在这里也翻不起浪花。代价呢？代价就是你必须证明你这把刀有被我握在手里的价值。我只是一把生锈的破刀。不，你是一把足以搅动风云的魔剑。我要你成为苍穹星院隐藏在暗处的黑手套。这是一份生死雇佣契约，签了它，那个婴儿就能活在阳光下。拒绝，我现在就把你们扔出大门，让幽影亭把你们撕碎。选吧，杂役，生存还是毁灭？把我当成清理垃圾的猎犬，真是好算计。怎么，觉得屈辱？觉得我剥削了你？你必须搞清楚一件事：你带着一个移动的靶子，除了我这里，全天下没有你们的容身之地。而且，我不是在做慈善。星院内部错综复杂，各大财阀、贵族势力盘根错节，甚至有外部势力的眼线。我需要一把不受任何规则约束的快刀，替我剔除那些腐肉。你就不怕这把刀反噬其主？如果我连一把刀都握不住，我也坐不稳这个位置。作为回报，后山有一处极其偏僻的废弃小屋，那里布置着9阶防御结界，那是当年见血时留下的核心阵法之一。只要你不离开星院，那里就是绝对的禁区。只要能给你一个安全的避风港。明智的选择。从明天起，去后勤处领你的扫帚，然后去实战溪报道。记住你的身份，在白天，你只是一条低贱的杂役狗，但在黑夜，我要你变成最冷酷的杀神。
你会看到你想要的。希望你的结界像你吹嘘的一样坚固。莫里斯顿，你以为你能掌控我？这只是一场交易。当我有足够的实力撕裂这片阴影时，整个星院都将是我的棋盘。9阶结界，莫里森那个老狐狸倒没有在这点上骗我。真是一个麻烦的累赘。在学院里，不能再叫你圣子了，太招摇。从今天起，你就叫小希，晨曦的曦。小子，给人当狗的感觉怎么样？狗？不，我是在磨刀。幽影庭的血杀令，学院里的贵族杂碎，还有那个自以为是的校长，他们很快就会知道，把一只收起獠牙的孤狼放进羊圈，会付出怎样惨痛的代价。小希，是不是饿了？该死，这几天被幽影庭的人一路追杀，他已经太久没有吃过一顿饱饭了。这种烦人的草药水可养不活一个蕴含着纯净灵力波动的圣子。校长大人，您怎么会来这种脏地方？既然你已经签了血色契约，成为了我手里的黑手套，我自然要看看这把工具到底好不好用。这是苍穹星院最高阶的灵兽奶，只要一口就能让这小东西恢复活力。代价是什么？聪明，这只是1天的口粮。如果你想长期获得这种配给，就必须向我证明你的肉身承受极限配得上我投资。穿过这片树林，有一座干涸的巨大灵能汽水池。我要你在日落之前，用那里的2只破铁桶把水拖满水池。做到了，今晚我就让人把1整箱高阶灵兽奶送过来。做不到，你就准备接受学院最严厉的惩罚。记住，你只有1条命，而他完全依赖你。哈，快看啊！这不是我们学院那位大名鼎鼎的清洁工吗？凯文少爷，看来这位杂役是在试图用他那卑贱的汗水来感动市民呢。是啊，凯文少爷。他难道不知道这水池平时都是由高阶水系魔法师来注水的吗？用破铁桶，他是个弱智吧？一个杂役也敢无视我，给我跪下！这只配在烂泥里打滚的臭虫，永远别妄想能站直了走路。我们走。还差1点，不能停。
日落已过，任务失败。在苍穹星院，失败者必须接受惩罚。你这可悲的弱者，看看你现在的惨状，这就是你死守着那个累赘的下场。放开对我的压制吧，让我占据你的身体，只需一瞬，我就能把那个老头撕成碎片，把整个学院变成炼狱。闭嘴，老子还没死！既然你想要逼出我的极限，那我就如你所愿。明早继续。小心！营养，莫里森不给，那我就自己去拿。等我回来，今晚哥哥让你吃饱。最近学院的高级物资仓库频频出现失窃现象，那些可都是职工皇室和高阶导师的珍贵灵材。我不希望星院的安保沦为外界的笑柄。因斯尔顿、菲尔特，既然你们一直自诩是贵族中的精英，今晚看守仓库的任务就交给你们。如果再有闪失，你们面临的将是学院的退学处分，星院不养无用的废物。校长大人，请放心，只要有我在，我布置的复合警戒法阵绝对万无一失。今晚连一只携带魔力的苍蝇都别想飞进仓库。没错，我们绝对会抓住那个小毛贼，把他扒皮抽筋。希望你们的实力能配得上你们的保证。出去吧。只要有人敢靠近正门3米之内，我的红莲警报就会瞬间触发，同时释放出足以麻痹3阶魔兽的电流。正门被彻底封死，强闯不仅会触发警报，还会引来巡逻的高阶导师。周围没有魔法变动的死角只有一个。耶斯尔顿，里面有声音，贼已经在里面了。不可能，正门的警戒线根本没有触发，连一只老鼠都没过去。你看这团水雾，还没消散，有魔法波动的痕迹。我明白了，这是第一列的调虎离山之计。而且我还知道，那个贼其实刚刚就在门外偷听，发现进不去才跑的。水雾还没散，他绝对没跑远。菲尔特，跟我追，绝对不能让到手的功劳飞了。抓到他，我们就立大功了。这些都是小溪的命，谁也别想夺走。多谢2位蠢货带路。这绝对不可能！明明没有任何人进去过，门锁完好无损，法阵也没有被破坏的痕迹，他是鬼吗？完了，全完了！
哟，这不是我们星院最著名的废物杂役吗？哼，昨天被雷劈了，装死还没装够，今天又来这里丢人现眼了。就凭你这种连一点魔力都感受不到的垃圾，就算给你100年，你也休想填满这个水池。赶紧滚回你的狗窝去吧！什么？人呢？干得不错，你用一种我从未设想过的方式，向我证明了你的价值。这里面有你应得的报酬，甚至更多。记住，在星院这个弱肉强食的地方，只要你有实力，不管你是贵族还是杂役，就能活得像个人。好，我期待你带来更多的惊喜。小希，快点长大吧！不管是谁敢阻挡我们，不管要付出多么惨痛的代价，哥哥发誓，一定会让你在这个烂透了的世界里安稳、快乐的活下去。警觉性不错，但这还远远不够。校长大清早来视察杂役区。萨买尔虽然死了，但幽影庭的血杀令还在。我收到确切情报，幽影庭的触手早就伸进了苍穹星院的内部，精英班的新生里藏着他们的内应。我要你以旁听助教的身份混进去，把这只老鼠给我揪出来。我还要扫地，还要灌水，这些也是你的工作。作为星院的黑手套，你以为雷霆淬体就结束了吗？伸出手来！重力魔法枷锁，这不仅是为了压制你右臂的魔气，更是对你肉体的极限锤炼。带着它去教学区 C 区2号露天教室。只要能让他活下去，这点重量算什么？
我还以为是谁，原来是那个在后山倒水的废物杂役。怎么，当苦役囚还不够，现在被当成重犯锁起来了？天哪，这可是精英版，怎么会让一个带着野种的乞丐进来？太臭了！你看他那副半死不活的样子，估计连走路都要累趴了吧？烦死了！为什么一大早就有课啊？校长是不是老糊涂了？给我派个助教，竟然是个带着重刑犯枷锁的拖油瓶。小绅士，我这里可不是收容所。为了不给我增加麻烦，麻烦你现在立刻滚出去。哟，还挺有脾气，不走是吧？那我送你出去。这枷锁的重量，这家伙的肉体力量怎么可能？雷亚导师，你是不是早上没吃饭啊？连个废物杂役都拽不动。既然你力气这么大，那就留下吧。去，把这些讲义发给这群少爷小姐。这都是些什么狗屁不通通的基础题目？美蛙，我们可是交了高昂学费来接受精英教育的贵族，你这种穷酸的平民作风，简直是在侮辱我们！我想起来了，你们鲁尼达家族早在10年前就因为涉嫌叛国被剥夺了领地。一个没落的罪人家族，有什么资格站在这里教导我们？别以为这里是供你们玩乐的温室，在我的课上，不服从的废物只有死路一条。好纯粹的杀意，他身上背着血海深仇。小绅士，没想到你还会干这种精细活儿。帮我把这份成绩单核对一下。我不识字。你不识字？那你怎么进来的？莫里森校长让我来的，他说你会教我。天哪，那个老狐狸然塞给我一个为盲，我可是最讨厌麻烦的。算我倒霉，拿支笔过来，我从最基础的拼写开始教你。真是太难看了，人类小子！就凭你现在的这副被锁链拴住的狗样，也想掌握那女人的线域？别白费力解开我的封印吧！我把那个小雷锥扔掉，只要你放我出来，这世上没有人能阻挡。再来，站住！小绅士，你学字的速度挺快，这顿算我奖励你的。10年了，整整10年了，你知道吗？我做梦都想亲手宰了那个畜生，那个叫萨麦尔的顶级杀手。10年前，他为了掩护自己逃避追捕，极其卑鄙地潜入我的家族，将叛国的罪名硬生生栽赃在我们头上。我的父母被严刑拷打致死，鲁尼达家族彻底覆灭。这一切都是那个恶魔干的。你的委托费我收下了。什么委托费？你用这顿饭作为定金，向我下达了暗杀委托，目标是萨麦尔。小善士，别开玩笑了。萨麦尔是幽影亭的王牌，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刻意压低的交谈声，听说了吗？黑市那边出大事了。什么事？那个杀人如麻的萨麦尔，前阵子被人给干掉了，据说死得很惨。更劲爆的是，
地下黑市今天突然流出了一份幽影亭绝密据点名册，听说是萨麦尔生前留下的保命底牌。你刚才说什么？萨麦尔死了？那份名字在哪里？就在城西的地下黑市拍卖场。姐，看到了吗，人类小子？那个叫萨麦尔的杂碎虽然被你宰了，但他留下的东西可是会把所有的恶狼都引到你和那个小累赘身边的。那份名册绝不能落入任何人手里，任何可能追踪到小溪的线索都必须被彻底碾碎。滚开，别挡道！前面全死了，那帮穿黑衣服的疯子把拍卖场血洗了。任何可能威胁到小溪的存在，都必须在这个夜晚彻底消失。我当是谁这么不要信，原来是鲁尼达家族的余孽。萨麦尔大人虽然陨落了，但他留下的东西可不是你这种丧家之犬能碰。把名册交出来，我要把你们幽影亭的杂碎一个个全宰了。如此亮丽，既然你这么想念你的父母，那我就大发慈悲，送你去地下和他们团聚。什么人装神弄鬼，滚出来！哈哈，我还以为是哪个大人物，原来是个戴着手铐脚镣的囚犯。老大，交给我，我把它切成肉块。这不可能，枷锁至少有1000斤重。一起上！这小子有古怪。小绅士，求你把那个给我，那里面有幽影亭所有的据点，是我为家族复仇唯一的。这东西留着，只会引来更多的烈吼。你不能。只要能保你一世安稳，我愿斩断这世间一切因果。全都停下！集合！身为帝国的精英，你们绝不能满足于温室里的花拳绣腿。真正的强者要在绝对的绝境中依然能碾碎敌人。古德赛少爷，你准备好迎接真正的挑战了吗？德拉库老师，这种小玩具就是您说的绝境吗？未免太看不起我古德家族的底蕴了。不愧是古德赛家族的长子。那么实战规则很简单，你带着这副枷锁击败在场的所有。老师，这怎么可能？少爷就算再强，带着这么重的枷锁，我们可是有27个人啊！27个废物加在一起，依然是废物。一起上吧，别浪费我的时间。
德拉库老师，这就是您让我体验的绝境。我看这不过是给那种下贱的杂役量身定制的狗链子罢了。就是这种臭扫地的也配跟少爷戴一样的东西，真是脏了少爷的眼。喂，下水道里的老鼠，听说你最近在后山还养了个来路不明的小野种。够了！怎么不服气？那种身上流着低贱血液的杂碎，活着也是浪费帝国的粮食，早就该扔进护城河里喂狗了。古德赛少爷说的对，杂役就该待在垃圾堆里，滚出刑务场！以后没有我的允许，不准踏入这里半步。粗浅的发力，全是破绽，这种让我拔剑的资格都没有。从今天起，凯文·古德赛就是我德拉库唯一的关门弟子。风要起波澜了。你的适应能力比我想象的还要可怕。这副枷锁现在对你来说只是个摆设了吧？校长叫我来，不是为了检查这副铁链。3天后是圣夜祭，整座风吹沙城都会放假，王室成员和各大财阀的贵族也会莅临星苑参加晚会。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圣夜祭当晚，大礼堂外围需要大量的杂役进行清洁和场控。我要你穿着这身皮衣去外围负责警戒。幽影亭那群老鼠最近蠢蠢欲动，萨迈尔的死已经彻底怒怒他们。你作为星愿的暗桩，给我盯死每一个可疑的角落。我只在乎小溪的安全，外面的死活我不关心。只要你把外面的麻烦处理干净，后山的九阶结界就会一直保护那个丫头。另外，去城里洗个澡，换身衣服。我不希望星愿的黑手套身上总是带着下水道的臭味。什么人？出来！别紧张，长官，我只是想借你身上的衣服穿一穿。你新鲜恐惧的味道。好浓郁的血腥味儿，这种纯粹的杀意，比萨莫尔那个废物还要危险10倍。鲁尼达家族的血仇，到底该找谁去算？夫人，打扰一下，请问斯特贝尔大街怎么走？我刚调任过来，对路况不太熟悉。您顺着这条街往前走，在第2个路口右拐就到了，长官。是吗？那真是太感谢了。作为回报，我想拿走一点东西。什么？发什么呆？带孩子快滚！原来是鲁尼达家族的余孽，萨迈尔那个废物居然没把你清理干净。幽影亭的走狗，今天我就用你的血祭奠我家族的亡魂！抓到你了，小老鼠！
真可怜啊！鲁尼达家族最后的希望，就要死在一条阴暗的臭水沟里了。你这杂种，星愿不会放过你的。星愿，大卸8块，然后把这里的惨状嫁祸给你，鲁尼达家族就会彻底坐实叛徒的罪名。我会让你们永世不得翻身。少爷，你看前面有情况，那个巡卫身上有杀气，是幽影亭的刺客。正愁圣业季没让我大显身手的机会，德拉库老师一定会对我今天的表现非常满意。凯文，快逃！他是个怪物，快去叫莫里森校长！闭嘴没用的废物导师，你这种破落户，怎么会理解古塞家族的伟大底蕴？杂碎，受死吧！见识一下古德赛家族的最强武技！什么？残影？太慢了，蠢货！这就是苍穹星院的精英，这就是贵族，一群不堪一逼的温室花朵，连让我热身的资格都没有。好了，无聊的闹剧结束了，鲁宁达家族彻底绝灭吧！你弄脏了我扫干净的地砖，你以为凭一把破拖把就能吓退我？血洗秘术，腥风血雨，我死无全尸吧！他疯了吗？想用肉身硬刚我的秘术？不可能！太慢了，你的速度……你到底是谁？苍穹星院怎么会有你这种怪物？该死！苍穹星院的高层来了，这笔账又一堂记下了。校长，是雷亚导师和凯文，他们受了重伤，已经昏迷了。还有气，可给们服下高阶回血药剂，送去医校长碎片急救。任何人不得私自调查此事，违令者按叛院罪论处。看看你这副狼狈的德行，明明有力量将那只杂毛鸟撕成碎片，却偏偏要像阴沟里的老鼠一样躲起来。闭嘴！叶白，如果你不再啰嗦，我不介意把你重新封印回粪坑里。你这狂妄的人类小鬼，总有一天你会因为你的软弱而死无葬身之地。只要这小家伙还能安稳的睡觉，我受再多委屈，杀再多人，都无所谓。别乱动，外面冷，冻坏了可没钱给你买药。凛冬将至，小希长得快，之前的衣服都小了，必须给他买些柔软保暖的布料，再采购一些辅助压制气息的高阶灵草。这位小兄弟想买点什么？我们这里的货都是上等布料，价格嘛可不便宜。我要最柔软、最保暖的绒毛布料，不要花哨的颜色，只要实用。哎呦，少爷您这边请，新到的极地雪狐绒绝对符合您的要求。乖乖坐在这里，不要乱跑，我挑好布料就带你回去。小希，你……他在长大，而见证他长大的人是我。哪怕为了你与整个世界为敌，我也一定会为你杀出一片净土。这种气味，幽影厅的杀手。哎呀，这位尊贵的客人，快快请进。外面风雪大，您需要看点什么？礼服还是大衣？我不需要衣服。找到了，这纯净无瑕的灵力波动，
终于让我找到了。踏破铁鞋无觅处，判官大人要找的圣子，竟然藏在这种破地方。客人，您在说什么？什么圣子？滚开蝼蚁！找死！小东西，跟我走吧。放开他！蠢货，带着这么重的枷锁还想跟我斗？虽然不知道你这杂役是怎么回事，但圣子我收下了，你的命留着下地狱去抱怨吧！你该死！区一个带着重力枷锁的废物，也妄想追上我幻狐的脚步，吃血去吧！怎么放弃了？算你识相，还能多活几秒钟。给我破！什么？他竟然想凭纯粹的肉体力量撑爆高阶禁锢枷锁，这怎么可能？地狱开来！杀光这里的一切！立刻清理现场，把那具尸体伪造成被高阶剑客一剑毙命的假象，抹去所有地狱的魔气残留。做得好，暗桩。现在带他回去睡觉吧。把那道贯穿心脏的致命剑伤掩盖掉，做成被乱箭耗死的假象。遵命，校长。可是这到底是什么人干的？连幽影亭的精英都被一击毙命，这等实力……不该问的别问。记住，今晚是古德赛家族的凯文少爷在巡逻时浴血奋战，击杀了这名刺客。明白。昨夜，幽影亭的邪恶杀手潜入星院，是凯文古德赛少爷经历了惨烈的搏杀，最终将其斩于剑坳。天哪，凯文少爷太帅了！这可是古德赛家族崛起的契机。区幽影亭的鼠辈也敢在星院撒野，只要有我在，来多少我杀多少。校长，这根本不是凯文能造成的伤口，这是被一股极其恐怖的剑气瞬间贯穿心脏致死。凯文那华而不实的剑法，连这杀手的防御都破不了。这把剑就是证据。难道你要质疑星院的调查结果，质疑古德赛家族的荣誉？雷亚，鲁尼达家族已经覆灭了，你这种失败者就不要来嫉妒我们凯文的耀眼光芒了。你们这是在自欺欺人！好看，我们扫完地就回去河内，用虚荣心把蠢货推上神坛当诱饵。莫里森，这借刀杀人的手段，倒也算高明。外面的造神运动，你看到了吧？感觉如何？一个完美的靶子，幽影亭会把所有的暗杀力量都集中在凯文和古德赛家族身上，我和小希会绝对安全。凯文那种自大狂最适合去吸引仇恨，只要你继续扮演好你那卑微的杂役角色，没人会怀疑到你头上。把自己的学生当成送死的肉堆，你比幽影亭的杀手更能行。只要能保住星月的根基，保住那个圣子，牺牲一两个被虚荣心冲昏头脑的白痴算什么？不过你的表现也有些越界了。昨晚在雪原，你竟然擅自震碎了高阶魔法枷锁，释放了第一狱的魔气。如果那个小女孩没有让你恢复理智，你是不是打算把去清理现场的我也一并杀了？谁敢动她，我就杀谁。但你体内的那股力量对星渊来说是个巨大的定时炸弹，既然普通的枷锁，那就换也锁不住你。这是深渊重铠，你想压碎我的内脏？它不仅仅有5000斤的绝对重量，更可怕的是，它会随着你的每一次呼吸，持续向内释放恐怖灵压，挤压你的五脏六腑。穿上它，如果你无法靠自身的肉体强度撑开这股灵压，你在睡觉的时候就会被活活憋死。不想死，就给我活下去。为了那个女婴，拼命的呼吸吧。咿呀，痛痛痛痛，菲菲。哈哈哈哈！你看看你现在这副像狗一样可别的样子，被一个老头子折磨得连呼吸都要拼命。别再死撑了，叶白，把身体的控制权交给我，只要一瞬间，我的魔焰就能把那件破衣服连同莫里森那个老东西一起烧成灰烬，释放你的愤怒，杀光他们。痛痛菲菲，我的底线，你这只寄生虫永远碰不到。给我滚回去！
我开！只要有你在，这地狱般的重压就休想碾碎我。告诉你们，昨晚我又领悟了家族剑法的真谛。现在就算再来10个幽影庭蟹手，本少爷也能一只手捏死他们。那是自然，凯文少爷可心愿的救世主。你聋了吗？本少爷在跟你说话。垃圾，确实该清理。见鬼了！凯文这种蠢货不足为虑，但刚才的动静迟早会引来高层的注视，必须尽快回去加固木屋的防御。野白，即刻前往主广场协助场地清理。今日有顶级贵宾临院，不管你用什么方法，给我维持好你卑微杂役的伪装，别出岔子。顶级贵宾，偏偏在这个时候。苍穹星院欢迎天耀财阀的莅临。这面星耀之盾我收下了。爱丽丝，竟然是他！50步距离，若开启地狱，3秒内可杀他，但护卫会拖延1秒。莫里森会立刻封锁全院，一旦爆发混战，后山的小溪绝对无法安全转移，杀局不可取，只能避。莫里森校长，我这次重返星院不是来上课的。爱丽丝小姐，您这是何意？1个月前，戴面具的恶徒袭击了我，还抢走了我家族的传承法器。这块星耀之眼已经锁定了那件法器的残留气息。今天，我就是把苍穹星院翻个底朝天，也要把那个混蛋揪出来！找死！我天耀财阀每年赞助星院30%运转资金，难道连抓个贼的特权都不有吗？叶白，你被锁定了，那法器就在你的储物戒里，拔剑吧，把这群蝼蚁全杀光，用他们的血来洗刷你的屈辱。闭嘴，绝不能在这里暴露。弃暗吞噬。不可能，气息明明就在这附近，给我搜！爱丽丝的探查手段比我想象的更棘手，星院已经不安全了，普通的防御结界根本挡不住财阀的走狗，9阶迷幻杀阵，开！谁敢靠近小溪半步，杀无赦！这该死的天气，那小子昨天居然敢撬我的十字课。昨天广场上那么大的动静，那小子的气息竟然消失得一干二净。今天我倒要看看你这具杂役的皮囊下到底藏着什么怪物。高阶阵法。灵力要耗尽了，难道我没有死在萨埋德手里，反而要死在自己学生布置的阵法里？停！说出一个我不杀你的理由。我
我没有恶意，我只是来给你送课本的。擅闯禁区者死。叶白，我不知道你到底是什么人，但我背负着鲁丁达家族的血海深仇，我需要你这样强大的盟友。我发誓，我绝不是幽影亭或者那群财阀的走狗。你的仇恨与我无关。外小溪不哭，我在这里。这还是刚才那个冷酷的煞神吗？不怕，不。这个小女婴，竟然是他在这冰冷世界上唯一的逆鳞。你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我磊亚鲁伦达以家族的鲜血起誓，今日在这后山看到的一切阵法，以及这个孩子的秘密，绝不向任何人叛露半个字，灵魂永受烈火焚烧。明天起继续教我识字，我只是个杂役。没问题，我的好学生。冷静点，雷亚。他既然需要你教识字，暂时就不会杀你。我进来了。我们今天开始学习通用语的基础词。开始吧。这哪是教学生，简直是在给一头蛰伏的凶兽读睡前故事。多待1秒，我都觉得要窒息了。罗盘的反应越来越强烈了，本小姐的星耀之盾果然被藏在这里。区学院的警戒阵法也想拦住我，天耀财阀的高阶隐秘卷柔，连导师的感知都能屏蔽。你这个低贱的杂役，竟然敢拿本小姐的传家宝剑捉小！原来是你这个卑劣的杂役把它偷藏在了这种狗窝里。你聋了吗？本小姐在跟你说话。你以为装聋作傻就能逃避偷窃财阀重宝的死罪吗？不过本小姐今天心情好，只要你现在立刻给我跪下，磕3个响头，然后把星耀之盾双手奉上，再学几声狗叫，否则我不仅要把你交给执法队凌迟处死，连你养的这个小野种也得一起扔到后山的狼翁里去喂野兽。你刚才说要把它扔到哪里去？你敢恐吓我？我可是天耀财阀的。你的遗言太长了。